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食人驾到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有关于《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37集。在这一集的内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场面就是孔明舌战群雄哦。那我看到这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之前有看的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动画，就是《派对咖孔明》啊。哦，我也蛮喜欢的。对，他主要就在讲说孔明呢穿越时空来到了现代，然后在现代呢遇到了一个偶像歌手，跟他一起打遍歌坛的故事哦。那当中有一段的剧情呢，就是描述说呢，孔明他遇到了一个饶舌歌手，就跟他 battle 啊。这个饶舌歌手就说啊，孔明你也会饶舌吗？孔明就讲说了，当初我在江东舌战群雄的时候，从来都没输过啊。我想应该就在指这个桥段了吧？是没有错，因为大家其实众人怀疑说啊，孔明你也会饶舌哦，然后孔明说，饶舌不就是骂人吗？对不对？然后我当初舌战群儒可是没有输过哦。我原本觉得说这是孔明去饶舌会很跳痛，后来听他这么一说，觉得怎么怪有道理？对啊，其实还蛮 match 的。不过这一集的重点呢，其实蛮多的焦点都是聚焦在东吴的内部，他们出现了所谓的主战派跟组合派啊。那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呢，就是鲁肃；组合派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张昭啊。那这一集我们就要来好好聊一聊有关于鲁肃跟张昭这两个人的故事喽。好，那现在简述一下当初的状况是怎么样。曹操他发兵攻打荆州，没想到迅速取得成功的战果。当时荆州最起码表面上是整个投降曹操了。那孙权这边就紧张了嘛，就是我这样子是不是被夹击的状态？因为曹操首先在徐州那边已经站稳了脚步，现在又攻陷了荆州。那荆州在江东的西边，徐州在江东的北面。这不是危险了吗？所以其实在荆州还没攻陷之前，鲁肃他就已经有跟孙权交代说，这样子危险的哈，不如我主动去找刘表来谈谈看，说，我们放弃过往的恩怨。虽然说我们孙家一天到晚去攻打你们刘表这一方，是但是也不要计较你当初刘表杀掉孙坚的仇恨，两家一起合作对抗共同敌人，好不好？结果鲁肃还没走到襄阳之前，谁知道刘表就过世了，谁知道刘琮就投降了，一切来得太快。鲁肃察觉到这变化之后，立刻选择下个合作对象，谁呢？就是败逃的刘备。毕竟当时愿意选择跟曹操继续对抗的，除了刘备，大概也没太多人了。这就是孙刘两家准备合作的开始。可是问题是，你就想看我刚刚前面讲到，孙家此时的状态，北面有曹操，西面也有曹操啊，已经被两路夹击了。所以其实孙家有很多人就想说，对方实力太强大，投降输一半，我们这时候投降还比较有好价码去谈嘛，对不对？因此就形成了所谓的主和派跟主战派。那前面有提到，主战派的代表就是鲁肃，他非常的果决，你看率先出动，想要联合荆州。那这个主战派的鲁肃，他究竟是何来历呢？首先，鲁肃他家非常非常的有钱，根据吴书这个史料形容是说，肃体貌魁奇，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孔武有力，是不是跟你们想象中的鲁肃不太一样？以前我们印象中的鲁肃就是一个沦落书生嘛。对，包含电视剧本身的鲁肃，其实还是比较偏向于就是那种瘦瘦的啊、精汉啊、温文儒雅这样。对，但是其实鲁肃，我们在单回的描述当中，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其实可能本身是个肌肉猛男，而且是很猛的那种，家里很有钱嘛，对不对？结果呢，鲁肃从小就喜欢做什么事情？首先自己本身身材很魁梧，所以他喜欢学习击剑跟骑射，他本身是会武功的。再来，他还喜欢怎么样？有钱就喜欢招募一些少年人，说来加入我的行列吧，加入我的行列干什么呢？我们训练军事。当时很多旁边的邻居想说，等一下这个富二代没事自己练武就算了，还招募一些少年人一起来练武，然后排兵布阵。你如果旁边有这样的邻居，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他在造反吧。对啊，你在干什么？当时很多人说，我看这个鲁家的衰弱
弱啊，就是生了鲁肃这个狂妄小子啊。鲁肃听闻这些传闻怎么样？我鸟都不鸟你哈。当时天下大乱哈，鲁肃我说过他家很有钱，对不对？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选择说，来，我要卖出我家的田产。注意啊，天下大乱，大家唯恐丧失财产，只有鲁肃说，我要卖出我家的田产。那这个田产卖给什么人呢？第一种人，穷人；第二种人呢，就是我觉得你是有本事的人，就算是萍水相逢，几亩地可能就便宜卖给你了。所以其实他在做什么事情呢？结交人心。在乱世当中，人心的作用可能比那些田产还要更大。但是有能力做出这样判断的人，还有果决愿意放弃自己优渥财产的人，那真的其实是不多。可以看得出来，鲁肃从小就展现出独到的眼光，还有他个人的判断力了。那这个判断力的巅峰是什么时候呢？另外一个人出现在鲁肃的生命当中，这个人就是周瑜。周瑜当时还没跟着孙策一起下江东，他当时还是袁术的一个手下。其实天下大乱的情况下，老百姓流离失所，很容易造成很多土地是没有开发的，所以军队常常是有缺粮食的状况。那这个时候袁术军缺粮啊，身为袁术军一份子的周瑜就想说，来收集一下粮食好了。说好听一点叫收集粮食啊，说难听一点怎么样？就是好声好气的跟你要，你不肯给我，我是有军队的怎么样？我就用抢攻的嘛。对，没有错哈。此时周瑜就率领几百人，名义上跑来鲁家说，我要跟你借粮来着的哈。鲁肃面临这个状况怎么样呢？当时鲁肃家有2个粮仓，每个粮仓各存有3000斛的米，粮仓非常非常的大，可以养活好几百人，甚至好几千人都是没问题了。鲁肃说，我家有2个粮仓，一半送给你。哦，这么慷慨啊？对，就是慷慨到这个地步。周瑜一听愣住，就是哇塞！我原本以为可能他们会哀求说啊，不要这个样子啊，我这样也很困苦啊，对不对？你不要全拿走啊，或是怎么样？结果反而是说，来送给你，一半都给你，而且不要任何后续的条件。周瑜就说，这个人可以好好结交，我注意起这个人物了哈。后来随着战事的扩大，当时鲁肃就对他的部下们说，现在天下大乱，贼寇严重哈，我们所居住的淮水、泗水之间的这块土地呢，其实并不适合生活。为什么？这边是4战之地，我听闻江东就是长江以南的地区，反而那个地方适合生活在一起。那不知道你们这批人是否愿意离乡背井，愿意追随我去到异乡打拼新生活呢？其实这句话本身再一次显示鲁肃这个人不一般。为什么？你就想想看，你家如果有天大的产业，遇到乱世，你最有可能想到什么事情？先守住再说啊。对嘛，你底下已经有纠集一批少年，但是拼命守住啊。结果鲁肃的说法却是说，这个地方守不住的啦，不如怎么样，主动放弃，我们一起去异乡打拼生活吧。没有多少人有这种决断的勇气的。大概就是因为平常对待部下非常非常好，大家都说我愿意追随你。于是当时鲁肃就说，来，我们家族还有跟随我人当中，那种身材弱小身体虚弱的，你走在大队的前方，大队的后方呢，就是那些健壮的人士。这也是防范有人从后面追过来。当时这批人有多少人呢？300多人。结果这批300多人浩浩荡荡离开的时候，居然被当地州郡的部队追捕。因为他们大概会想说，你们离开干嘛？乱世当中不只是粮食是重要资源，人口也是重要资源啊！不准跑！我们还没征兵，我们还没拉壮丁，你们怎么可以跑呢？对不对？面对大批部队的追捕，鲁肃是什么反应呢？鲁肃此时亲自殿后，看到部队追过来之后，就对他们说，你们也都是大丈夫，应当解决重大问题。现在天下大乱，你们何苦去为难我们这些小人物呢？对不对？你们为难我们这些小人物，就算把我们给带回去了，功劳是你们的吗？功劳有多少呢？对不对？而且如果你们带不回去，造成一些损失，反而会被长官问责。不
不要对我们那么认真，放我们走吧鲁肃这句话算是给了一个软的态度，就是说帮个忙放我们走是。可是乱世当中哪有人跟你讲道理，对不对？硬实力要展出来。鲁肃做了什么事情？鲁肃边说这句话边把一个盾牌给拿出来，然后就放在自己的前面，之后距离盾牌一段距离之后，突然弯弓搭箭往盾牌那边射过去，啪，一箭射穿盾牌，之后再连续射好几箭，不断射穿盾牌。知道这个动作代表什么意思吗？在示威啦。对，你再敢靠近你就是那块盾牌。我连盾牌都能射穿，我射不穿你们吗？那这些追捕的士兵就想说，第一个有道理嘛，追捕这些男女老幼回去，我们功劳也不大对不对？没什么意义嘛。而且刚刚鲁肃说什么小心我们受损，我们有没有可能受损？真的有可能，人家都射那个盾牌射中好几次了。是。算，不要去为难他们。于是部队就退走了。你就想想看，鲁肃能够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竟然逼退所谓正规军队，这个人真的厉害随着鲁肃安然撤退，他们来到了江东，在江东他就遇到一个熟人，谁？周瑜。不要忘记，此时的周瑜已经追随着他的义兄弟孙策打下江东的基业。周瑜一看到鲁肃来，就说：“这不是当年赠送我粮食、眼光独到的人吗？”于是周瑜就把鲁肃推荐给孙策，眼看着好像鲁肃即将就要加入孙家集团了。此时却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鲁肃的祖母死掉了。孝道其实在古代是很重要的鲁肃只好说，祖母死掉之后，我要好好安葬她，暂时不能为你们孙家服务了所以呢，鲁肃就错过为孙家服务的机会，也错过为孙策服务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孙策后来就发生那个著名的暗杀事件，人就没了。幸好周瑜还在，周瑜一直都记得这个人，所以等到后来孙策死掉之后，换孙权上台，周瑜就说：“我认识一个人很有能力，你赶快去启用这个人才。”孙权一听就说：“这样子啊，那你把鲁肃找过来，我们来谈谈看，看这个人是否真有真才实学吧。”于是鲁肃就跟孙权两个人在榻上，因为古代我要说一下，三国时代其实是没有椅子的，大家是坐在那个榻榻米上面的，所以两个人就坐在榻上面开始聊了起来。这个就是后来孙权很重要的战略，叫做榻上策。刘备那边有隆中对，孙权这边最重要的就是鲁肃提出的榻上策。榻上策讲什么呢？鲁肃很直接，他就提到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逐除。什么意思？东汉朝廷没救了，很符合鲁肃一贯的态度，就是果决，而且事情看得很透彻，就是说现在东汉虽然还在，但东汉朝廷已经没救啦。不过那个仗着东汉朝廷名义的曹操，他也是无法对抗的。虽然东汉没有灭亡，但是曹操还是掌握了东汉的价值以及话语权，我们不能跟他对抗。所以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那把握住了江东之后，接下来还要怎么办呢？剿除黄祖，进伐刘表，尽长江之急，聚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我们先保住了江东，接下来攻打黄祖。黄祖是谁？刘表的部将，因为他就镇守在我们江东最靠近的前线。打败了黄祖之后，我们下一步还要打败刘表，一直打到什么地步？打到长江的上游，就是把四川、益州这一带都给占领下来。此时我们就有跟曹操对抗的本钱。那个时候，孙权将军你就算要称帝，那都不是问题了。这叫榻上策。哇，这个听下来比隆中对还要来的有野心呢。对，没有错，因为隆中对提出的叫做三分天下，是啊是啊。那这边提出来一个叫做二分天下的概念。当然，我必须得强调，为什么鲁肃提出来更加的有野心？毕竟刘备那个时候没有基业嘛，对不对？刘备你看四处都乱糟糟的到处走，能够帮你取到1/3已经要偷笑了。孙权就不一样哦，你是有江东基业的
的哦。但是你要先认清楚现实，就是不要轻易跟曹操对抗，就是不要轻易的搞北伐去跟曹操硬碰硬，你打不赢的啦。你要先保有江东，然后你的唯一目标就是赶快占领长江所有的区域，你才有对抗的资本。还是重点是你先有江东这块地方啦哈。孙权一听就想说，哇塞，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完整的战略，人才啊！立刻启用了鲁肃。鲁肃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开头讲到的，随着曹操攻打刘表，鲁肃就发现状况不对劲了。刚刚踏上车有说什么？我们未来是要攻打下来刘表的地盘，可是曹操现在是要抢占刘表的地盘，那我们的踏上策不就被拦腰截断了吗？连开始都还没开始就没了。对，所以这个时候反而要先跟刘表合作，保住荆州，因为荆州不能先落入到曹操手中啊，我们之后才有办法去拿回来嘛，对不对？所以鲁肃选择我们要赶快去跟刘表合作，谁知道走到一半刘表挂了，赶快再跟刘备合作，因为唯有先把曹操这个对手先给驱逐出荆州之外，我们的踏上策，我们的江东势力才有可能进一步的实施壮大。这个是鲁肃的部分，所以他为什么对曹操这么的坚持主战，是因为他有他的战略观。那讲完了主战派，接下来就来提主和派的张昭啦。通常听到主和派就会觉得说，张昭这个人应该就是比较软嘛，对不对？所以才会遇到强敌才会屈服嘛，对不对？并不对，张昭这个人的个性其实非常非常刚。比方说他早年其实居住在徐州这个地方，那徐州人呢就觉得说，张昭这个人有才学啊，推荐出来当官吧。那徐州当时的地方官是谁？是陶谦。那他们就说，我们推荐张昭，你为陶谦服务吧。结果张昭表示，陶谦啊，算了吧哈，我不参加。哇，陶谦一听到可就不开心了。不要忘记陶谦也很刚嘛，对不对？当初上司叫他出来跳舞，他也心不甘情不愿，那个什么皮笑肉不笑，那边配合哈，就死活不肯旋转一下。所以这么刚的人遇到这么刚的张昭，就表示说，你这个家伙是不是看我不起啊？来人，关起来！张昭眼看就要被那个陶谦弄死，是后来有其他人求情说，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他一番见识啊，张昭才被放出来。但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当时只是平民老百姓的张昭，面对以刚烈著称的陶谦，他也没再跟你客气所以这个人的个性并不是天生就那么的软弱。当然后来随着徐州这个地方战乱规模越来越大，张昭后来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大概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就逃到了江东地区去。由于张昭的才能非常非常受到大家的推崇，所以此时有人就去拜访张昭了。谁呢？孙策。因为那个时候孙策已经下江东了，在孙策的恳请之下，张昭就决定说，好，就为你做事了哈。这就是张昭服务孙家的开始。很长的一段时间，张昭都为孙家提供了重大的贡献，甚至到了什么地步呢？孙策有一次就曾经这样称赞过张昭，他说，当年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他之所以能够称霸，是为什么？因为他有个得力部下叫做管仲，他甚至称呼管仲叫做仲父，什么意思？就是管仲等同于我第二个父亲啊。而如今呢，张昭在我手底下发挥了卓越的才能，我觉得我就好像那个齐桓公启用了管仲这种贤才一样。所以你看，张昭他对我们孙家有卓越的功劳，而我最大的功劳呢，就是启用了张昭。哇，非常非常肯定哈。顺带提，他也顺便开了玩笑，意思就是说我也有功劳嘛。好，对，你们如果觉得张昭很有功劳的话，张昭所有功劳都是谁的？我启用的。对，如果没有我的话，哪来这么能干的部下呢？对不对？所以我才是最厉害的，有点类似这样开玩笑的用意哈。好，正因为孙策很器重张昭，后来发生了一个事件，什么事件呢？就是孙策遇刺事件。之前的集数有讲过，当时孙策遇刺之后，立刻就主张说，权力必须给孙权，因为他认为孙权才是真正有机会维持孙家继续运作的重要的领导人。可是他有买个保险，买什么保险呢？
他就告诉张昭说：“你要好好辅佐我弟弟，但是如果你觉得我弟弟实在成不了大器，你就为我们江东集团打算，必要的话，你是可以投靠东汉朝廷的，不要有所顾虑。”等于说，孙策竟然给予张昭这个外姓大臣一个决定孙家未来的决策权，可见他有多么的信任张昭。随着孙策过世，孙权即位嘛，对不对？当时孙权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哀伤，因为他觉得说，哥哥死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我从年轻就接班了，我到底该怎么办？然后此时的张昭就立刻对孙权讲说：“你作为继承人，你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就是继承你老爸、你老哥的基业啊，让你的孙家再次伟大。结果你现在因为哭哭啼啼的，做事天下动荡不安，山贼仍然四处横行，你对得起以往的那些父兄还有部属吗？对不对？总之，你现在必须得收起悲伤。”孙权一听也是觉得说：“好吧，有道理。”此时的张昭不只是有训孙权一顿，因为这是来点狠的嘛，对不对？可是少年人毕竟当时心情还是很复杂的啊。张昭就怎么样，亲自扶起孙权，就是有种就是不要怕，不要怕，万事有我在。之后呢，在众人面前力挺孙权。不要忘记哦，当时很多人对于孙策的处事其实是很不放心的啊。你说孙权接班就接班啊，他真的能够接得了班吗？但是张昭站在他旁边，有点像是说，我张昭认为他可以，就是可以。大家一看就说，信不过孙权，难道还信不过张昭吗？对不对？大家才安心。所以等于说，孙权执政初期，张昭就是他心中的定海神针。所以可见张昭其实在整个江东地区是很有影响力的。但万万没想到，在赤壁开打之前，张昭的意见却是我们要干脆投降算了。注意，其实张昭怎么样是在执行孙策的命令哦，因为孙策当初有提过说，你如果觉得我们孙家不行了，是可以投靠中央朝廷的。那曹操是谁？曹操就是中央朝廷啊，他把持汉献帝嘛，对不对？是啊，是啊。那张昭其实有点像是说，我觉得你要对抗曹操啊，这个风险太大了啦，那不如怎么样？投降，这也是为你孙家做打算嘛。所以鲁肃认为他为孙家做打算，因为孙家如果不获得荆州，不把曹操从荆州赶出去，孙家没有未来。这是鲁肃对孙家的打算。而张昭对孙家的打算是说，如果我们跟曹操对抗，胜算实在太低，如果打输了，我们只会一无所有，所以我必须为孙家保下一个基本盘，这也是为孙家考量啊。所以一个主战，一个主和，说穿了都是为了孙家。所以刚刚叉Y你觉得说，你怎么在关键时刻反水了呢？其实不是张昭反水，而是张昭他心目中仍然认为他是为了孙家好，有点像是我们的父母有时候会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啊。是。好，以上的这个就是我们本集的内容啦。我们介绍了有关于孔明舌战群儒，江东到底内部发生哪些事情呢？不知道大家在听完我们的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